另外一个小问题是什么样？臭氧层的问题嘛。臭氧大家知道嘛，就是 ozone 嘛，就是这个 O3嘛，对不对？这臭氧层。我们讲说臭氧层有2种，一个叫好的，一个叫坏的。什么叫好的呢？好的臭氧层就是什么呀？很高了，在同温层，好，在同温层的时候，这些臭氧是什么呀？自然形成的。它有什么好处？它会隔绝紫外线嘛。它会隔绝紫外线，所以说基本上我们上讲过那个紫外线，其实它量不多，不过它的那个什么能量很强嘛，所以说对我们的那个皮肤是有影响的，对我们的眼睛也是有影响这样子。所以这紫外线，所以希望你在那个什么，最起码在同温层的时候，保持一定量的什么样的臭氧，这称之为好的臭氧。坏的臭氧呢，就是说在同温层，在对流层里面，就是什么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在6英里，大概在10公里以内的地方。这叫做坏的臭氧层。这个坏的臭氧层，它的来源是它会造成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这种阴霾啊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说，每次下过雨的那种夜景都特别漂亮？因为那个下雨天哈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霾害太多，我们的那个污染太多，所以你看不到星星嘛。你现在看到星星，大家在山上去看了嘛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才会看到星星。这个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ozone啊，会是你在地表啊，你看到那些黑黑的，那个都是ozone啊，就是那个臭氧。它的来源是什么呢？第一个 VOC 啊 ，VOC 的话，它的全名叫什么？叫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， 是什么呀？就是说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啦。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一些醚类啦，什么酯类啦，跟汽油相关那种可挥发性那种东西啊，我们叫 VOC 啊。这个 VOC 加 NOx， 我们讲的是那个 NOx 就是 NO 或 NO2 嘛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污染排放物嘛。加上太阳光，它就会变成什么样 ？ozone 了，哦。如果你存在很多 VOC 跟 NOx， 加太阳光就变成 ozone， 所以你要减少这个地表的那个什么那个些污染烟雾的那个，你就要减少什么 NOx 跟 VOC 的排放。那 NOx 跟 VOC 排放的话，就是你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汽车跟工业，你在燃烧技术就要比较。燃烧啊，这门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啊，不过我们系已经没开了。如果没错的话，搞不好院长明年会开个燃烧的课程的。如果你们当然这是研究所的课程，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修一下燃烧，这个怎么去把燃烧烧得更好 ？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看看好的ozone发生了什么事，对不对？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啊，就破了一个洞就对了。这是南极的那个ozone的厚度就破了一个洞啊，2003年破了一个大洞啊，对不对？你会看到每次都是那种南极或北极，因为那个ozone的depletion 啊，的那个溶解破坏是在低温的时候会特别快，所以说你大部分看到这些都是看到南极或北极这样的。他这边讲说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什么 CFC 啊，就是那种跟氯、跟氟、跟碳相关的化合物，大部分都是什么样？都是那种冷媒啦，然后灭火器啦，还有那个干洗衣服那些化学药剂，这些东西。就是大概是产生那个会把ozone啊给那个溶解的最大的一些主因呢，就是 CFC。我们讲说有没有看 coolant 有没有 coolant 就是那个我们的冷媒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些泡沫的 agent 让它起泡泡的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灭火器，还有一些什么溶解液，就是化学物质，这是ozone的一些主要东西啊。然后这些ozone基本上他们一旦上去之后，记得吗？那个什么跟氯跟氟相关的化合物。刚才都是停留在大气，都是什么几千年有没有？看那个 CO2 那一张表吗？不是大气层里面可以维持几年吗？对不对？甲烷的话是10几年，那个什么N2O 的话100多年，后面那就是几千年了吗？代表那个东西一旦进去以后，就大概永远留在那个地方了，所以基本上很难让它自己去那个去解离啊。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哈是一定要，而且大部分都是人为的，这些东西都是人造的化合物，一定就是用人为的方式解决它。所以呢，当然就定了很多啊。从1989年的蒙特娄公约开始，就有开始一连串的公约，然后呢就规定说什么可以用，什么不能用，对不对？你们都还太年轻了。我们以前在我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家的车子后来就不能用了，为什么？那冷媒人家就不生产了。以前那个车子哈比较烂，就是久了之后就不冷嘛。你就要灌冷媒嘛，好，那个以前那个冷媒就要去车厂灌嘛，那就是那一段时间呐，那80几年、90几年是那段时间
就有一种冷媒，全部就一大堆冷媒都不能再生产，所以那种就不能用了，就你要重新换你的 AC 那个，所以基本上有很多，还有那些什么灭火器什么东西，强制你不能生产，就这样子，不能使用，然后慢慢的所以说这边你看，它也都一些那个美国的环保署啊，就是它叫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啊 ，EPA 啊，就是美国的环保署，他们强制规定说什么样的东西啊，就 phase out the chemicals， 就是说把那些化学物质完全禁止。所以慢慢，你看这个时候是从1982年到2010年，好像蓝色的地方好像没那么多了哈。当然你因为跟那个整个大气层的那个是有关系，你不可能就定格，然后就看怎么样子，所以你要看的是什么？平均，这个时候还有一些什么样？一些很红的东西有没有？很红的，然后这个红的是多了，就是这个大洞蓝的，现在这个大洞好像就是这一块，在吉州这一块的话，基本上看起来好像有那么恢复一点，所以呢，欧仲现在的问题比较没有被拿出来讲，为什么呢？就禁止你使用了，所以说它是一个议题。那持续在慢慢的恢复当中，但是长时间的恢复，但是最起码恶化是比较不会有的，因为那个对啊，所以上次我去问了一下王老师，确实他现在这研究就叫 R1234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后面就是什么 YG 什么东西，他现在是也不是我们以前热力学课本都是什么 R134A 有没有？他现在在研究这叫 R1234，没有错了。我想说这个好像有点名字，好像有点滑稽。我下课他就问了他说没有错，就是那种 OK。所以说就研究很多新的冷媒嘛，这样子。好，坏的呢？那坏的就是怎么样？就是车子啊，你就要怎么样 ？VOC 要减少排放 ，NOx 要减少排放。记得刚才它的来源是什么样那个 VOX 就是 VOC 跟 NOx 啊 NOx。加上阳光，所以你只要那两个不要就没有，所以你要控制怎么样？它的 VOC 有时候我们就叫 S 嘛，叫 VOX 哈，叫 NOx， 这两个，你只要减少这两个的来源，那就 OK 了。那这两个来源什么地方最多？比如说 NOx 的话，大部分是怎么样？就是你的什么样引擎啊？你讲说你引擎烧的太过分啊，然后就连那个什么，连氮也拿来烧了啊，烧一烧就出来了。所以说大部分50%就是来自这个地方嘛。然后基本上还有一些那个 power station 的一些 utility 啊，就是一些那个能源啊，就是你的电力啊，什么东西。所以基本上你还是得要从什么？得要从这个东西来去做啊。当然你讲说这个地方影响有没有那么大？但对人体的呼吸道是有影响嘛。不过最起码就久了就散了嘛。对，它不像那种什么高层的是欧用，是在那地方影响的话是长时间的，然后就影响那个整个紫外线大范围。这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就是说都有在被做，都有在被检讨、被做这样子，所以基本上 CO2 的问题比较严重。不知道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热，但是臭氧的问题最起码已经比较 OK 了。